好，然后你说踩的时候脚要直接上来嘛，哈，因为你的这个油，你等下坐上去的时候，先自己试一下。啊，哇，真的好低哦，很不习惯。然后我要踮脚才踩得到地。嗯。然后你两只都可以踏得到吗？两边踏得到，但是要踮脚。哦。要有点半踮脚，然后有这个姿势我踩得到，然后打档离合器。方向灯。方向灯。是手指头拨一下试试看。哦，完全坐姿差好多，所以你的施力点都不一样。好，然后灯不用打嘛，我应该只是用到方向灯而已啦。好，你那个空吹一下油门看看。好。哦，感受一下那个油门的开度，大概知道齁。对啊，哦，动一下就出来耶。所以不要吹太多，我怕你。对。好。好，然后。等下我跟在你后面啊。你拉着离合器上下切换一下。好。拉着离合器上下切换一下档位。可是我这个要先抬起来吧？你拉力哈。哇，好高哦！好高哦！我看一下这边的。OK 的。好，我再看一下这边。多试一下，多试几下。等下你上路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哦，你这样能够环岛，我真的很佩服你耶！这种姿势，哇，这个大概1-2个小时我背就酸了。好。OK， 我习惯了。OK， 不是习惯，我知道踩点在哪里了。好。然后。那够吧？好。不要太快哦，我大概一两档到3档，你的车我应该就吃 OK 了。你骑前面啊？我骑前面好。你在这条路之后，你就往前走就对了。它到底是右弯。好。OK。你手指头抓着刹车啊。好。好，那慢慢的补油门，慢慢的，轻轻的。OK。你一定要习惯它油门，不要吹太多。我怕我。可以。这完全就是趴着在骑嘛，这个脚已经揪成这样子了。对，这个脚已经完全就是揪着在骑了。没错，脚先下来。我还没打空档，等一下 ，OK， 好。而且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很痛哎，会压到哎。是不是都一直撑着啊？对啊。没关系，你慢慢来，不用急。好。哇，你的一档可以很顺哎，可以，我觉得一档到80都还蛮那个的。一档可以破100啊。我知道啊，但是我现在骑到50，我的车应该要换到3档会比较顺。一档都还是可以，那个力道感觉还是可以吹出来。而且我还在1档哦，我还没有到2档。好，2档了。哦，这个姿势真的不是很舒服。但是我看你的那个油门很顺哎，就是过。你这个姿势啊，你要油门吹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趴下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姿势超棒。但是因为你平常没有要趴的时候，你脚要先下来哦。我知道，已经下来了。因为你平常如果没有趴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姿势你一直在这样子撑着。可是如果你要吹的时候，你要扶着嘛。我那个地方，我手痛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在刹车的时候，然后甚至在扶龙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压久真的会很痛。不要太兴奋啊，慢慢来。好啊。防晒骑起来超爽的。我现在没有爽的感觉啊，为什么会超爽？我只是好奇，想要骑看这个姿势是什么姿势。在前面没有车的时候，多补一点油门，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爽了。我刚刚补油门的时候，感觉那个力量还是没有出来，是转速还不够高。没有，3档。你的动力被抑制啦、啊，你现在动力是最低的啊。你要是 A 模式，那个动力超敏感的。好，我跟着你走。好，现在第一个过弯。这个过弯的倾角
还是不太习惯。哦，吹了吹了，哇，3档120，轻轻松松哎，是不是很爽吧？真的加速的时候，其实这个姿势还不错。你要不要下个那个明天你跟我说你想要换车啊？还好理智线还没断，左转吗？对。这个过弯我觉得太慢过弯还是没有那台车舒服哎，我觉得过弯还是当然啊，不是它这个过弯不是就是要让你完全把重心压低用的姿势啊。嗯。可是你习惯之后，应该说它是要速度起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姿势很棒。但是你还没有习惯这个姿势之前，因为你的身体的施力点会很怪，你就会觉得不管怎么用，你都觉得这个姿势很累，因为你还没有你的那个肌肉还不习惯那个姿势，这样。可能那个肌群还变不到那个地方。对，然后当你习惯那个肌群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姿势在你急加速啊，然后还有那个过弯的时候，这个姿势超好用，超顺。你这个我刚飙到120的时候，其实这个姿势是舒服的哎。对啊。就是你完全是揪起来那种感觉。对啊，因为你这样子飙起来的时候，因为你的车子的冲力会把你的身体往后带嘛。嗯。然后所以刚好你往前扶的那个姿势就抵消你那个往前撑的那个力量了。嗯。哦，我那个手的虎口好痛哦。对啊。开启这样子，有手的虎口就已经那个。知道吗？上刹车真的是靠这个地方在撑，是靠这个地方在撑。你像我这样的话，我至少，我这边应该都可以撑得到力，可是我变得这样的话，我都是靠手腕的力量在撑。嗯。然后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脚踏再往上抬啊？这样脚已经更丢哎。我跟你说，其实它没有差多少。哦。原厂就已经这么高了。嗯，我现在是这一组脚踏后移的最低的位置，其实跟原厂的位置没有什么差。第一次骑仿赛嘛，你第一次骑仿赛吗？而且第一次骑R1了，第一次骑仿赛就骑R1，妈的，你也太爽了，爽哥！我真的是爽到了，赚到了。而且我刚刚真的一档哦，你骑到80的时候还很顺，我那车可能要换3、4档到80才会顺。可是它的换挡的变速箱啊，我觉得没有Honda的好。哦，就是它比较卡一点，就是有时候啦，但是有时候还蛮顺的。嗯，你换挡有拉离合器吗？换挡离合器什么？不是，你换挡有拉离合器吗？有，我都有拉。干嘛拉离合器？为什么？你这快排啊？这快排啊？我怕，所以我还是习惯会拉。不用，你在升档的时候，就是油门就是开着的，就是你油门要开着的时候，然后你就直接勾档。然后你如果油门关掉的话，你就不能够升档，然后你要降档的时候要相反，你降档的时候油门要全关，然后你就可以降档，你就可以直接踩。但是你要停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拉着离合器了。哦。等，我再讲一遍，我升档的时候，我在吹油门的时候，我可以不用按离合器直接升档。对。然后降档的时候是，我离合器你的油门，你的油门要全关。全关，然后再降档。对，你就可以直接踩。然后可是如果你要停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拉离合器哦。好。对，然后你转速不能够太低的时候用快排会很卡。你的转速最好要过2000转之后，你才能够使用快排的升档跟降档。这样转快啊，一下就。对，因为快排有限制，说要2000转以上吧，它才可以使用快排一样。你大家用过快排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啊。我的车可以改吗？好像可以耶。因为 CB650R 可以改。然后可是 CB650F 跟60R 的电脑是不是一样的？我就不确定了，好像不一样。但我们的车可以直接换挡哦。对啊。哇，真的这样不会伤。坊间有那个副厂的，就是好像没有原厂，不是原厂的快排，那个也可以改。对啊，那个对应很多车种了。有嘞，真的快排有效。废话，当然有效，怎么叫真的有效？我是说那个感觉啦，真的很微妙哎，就是完全不知道它换挡了，但它就是勾上去了。对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就是你要停车的时候还是要拉离合器哦，放在先熄火。有时候习惯快排之后，你会觉得到底你会忘记离合器这个东西了。
哦，这个骑市区真的超累的，因为你一动不动你就要刹车，一刹车这个地方就会压到。对啊，你就知道我环岛的时候这样子搞有多累了。对，真的。而且走山路的时候，你下坡的时候也很累哦。对，也很累。对，因为你的平常撑的力道又更多了，你的身体更倾斜，更撑着这样。你看你这肩膀会酸痛，就是可能你回去的时候这两边吧。对啊，你可能没有体会不到我那个疼痛感。我该不会想要体会，我是好奇想要骑骑看防晒的感觉。跟哪天真的我就比较喜欢骑舒适型的啦。哦，没有，等你有些车子你骑腻了之后，可能就会想要换车种了。就是，可是你现在可能车龄还不够长啊，就是你可能这台车子骑了1-2年，也许你就会想说要换不同的车种来玩这样。可是说真的啊，其实防晒是真的比较帅，就是以重机来讲的话，防晒是真的比较帅。可是像这种车的话，你有一些什么乡间小路啦、瑞士林道这种就不能骑了啊，因为真的不适合啊。那个本来就不是要去骑那种路的啊。对啊，像这种街车，什么路都很适合骑啊，就会有这种感觉。防晒没有在讲实用性的好不好？防晒就是要在讲说，我他妈就是要帅，我管你什么酸不酸、累不累，有没有什么载物空间、姿势舒不舒服。而且只有一种路线可以适合骑，就是要那种大马路那一种。他就是要我骑在路上，我就知道最屌的这样。是真的帅啦，骑防晒是真的比较帅。对啊，不错啊，你的身高骑这种防晒都 OK 啊。有些人很可怜，就是他的身高不够，所以骑这种防晒的时候很吃力。然后对啊，所以他可是像你的身高够，各种车种都可以驾驭啊。其实你的坐高跟我的比我高一点点吧，应该是比我高一点点吧。我觉得我平踏，我平踏嘞，我骑那一台的时候，我也是要颠着呢。哦。快排好哦！快排好哦！可是我感觉不出我胯下会热啊，不是说这种散热不好，胯下很热。那是因为现在天气是凉凉的啊。哦。等你，而且我们现在路还没有骑得很长啊。等骑久一点的话，那个热能整个就上。靠右边，机车道。我现在目前我的胯下都还不会到很热。我刚刚耶，试驾成功。爽，怎么样？等一下，我要确定它不会倒。倒的话你要修好啊。倒完我再买单的。买单啊，当然整台车买回去好了啦。好，整台车买单好不好？顺便换车种。我已经 OK。对啊。好了。怎么样？喜欢吗？哎呀，这个看看就好。看看就好是。看你帅就好。哦。对啊，这真的骑长途蛮累的。对啊，因为我都比较喜欢骑那种山路，然后骑远一点的地方。如果骑这种车，这真的2个小时就累了，真的不耐骑长途。可是偶尔你可能出去小飙个2-3个钟头的话，这台车还 OK 啊，对吧？对啊，可是我出去都想要骑那种一整天的，然后天黑前回来那种超过10小时的。对啊，这个不太适合，对吧？哇，等你以后发现你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常常是像我这样，因为我现在我没有办法经常可能这样骑一整天，所以反而这个对我来说是 OK 的，对啊，使用以后也很难讲，对吧？说像你现在要养狗，3不5时，可能你也没时间，就是可能变成说你也类似跟我养小孩一样， 6-7点我就要回来了，对啊，对啊，所以你可能慢慢也会适合这种车。改天搞不好先租了来骑1天看看那种。可以啊，对啊。不然我都借你租啊！我不敢，那个R1那个不行，一天6000。对，那个钱都没有问题，只是那个压力的问题。哦，你骑1天那个变数太多了。没有压力啦，就倒的话就买单而已啊，摔了就买单而已，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这个就是压力。还有一些改装品也要。那不是说你就去租车，然后租的时候每天骑租车都有压力啊，一倒就是赔。对啊，所以我也数字的。我也是很怕租车啦。而且像这种公升级其实也不要说公升级啦，
你这台车子如果倒一次修也是好几万把块的，那个绝对跑不掉。还好啦，我这台是当做那个玩乐车，然后骑到会不会骑到不能骑？反正现在对我的需求是还够，因为我现在是想要去山路上面绕一绕。对啊。骑到我比较是骑不到的地方。然后想要去那边看一看。啊，这来回都这就是重点啊！一台车适合你的就是使用状况啦，然后让你可以体会到骑车的乐趣，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真的，每一个车型的坐姿啊，乐趣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对，很好玩，对不对？很好玩，对吧？所以我觉得机车迷人的地方在这里。